三江汇流处，一座城市的古今风貌与烟火气息，在几条街巷中生动上演。乐山，古称加州，以巍巍大佛闻名于世。然而，这座城市的魅力远不止于此。沿乐山港一路前行，上中顺、滨江公园、滨河路、玉贤街、府街这条线路，串联起了乐山的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。在这里，历史与现代交织，自然与人文共存，形成了一幅生动的加州生活图景。三江口，美食与江风的邂逅。旅程始于上中顺特色街区，这里与乐山大佛隔江相望，是体验乐山风情的绝佳起点。上中顺街区背靠岷江，与乐山大佛遥望。这片区域毗邻上河街、中河街、顺城街三条老街，因此得名上中顺。这里青瓦飞檐间飘散着甜皮鸭的蜜香，热气腾腾的跷脚牛肉暖着无数游客的胃。在G六囊品牌体验馆，你不仅能看到甜皮鸭的非遗制作过程，还能直接买到新鲜出炉的成品。而冯四娘跷脚牛肉则从上世纪80年代的街边小摊，发展成为今天的非遗美食名店。傍晚时分，从街区漫步至滨江公园与滨河路，三江夜景缓缓展开，江风拂面，远眺对岸凌云山上的大佛剪影，更能体会景成一体的独特感受。乐山这座城市的美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与水的亲密关系。在乐山市滨江路南段，由乐山港、滨江公园和立正门串联起的这条线路，就像一条精彩的时空走廊，让你能同时领略乐山的厚重历史、蓬勃当下与充满希望的未来。三江汇流处，古老的城门、繁华的港口与诗意的公园共同讲述着乐山的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乐山港从老城记忆到美食街区，乐山港曾是乐山通往外界的重要门户，这里承载了许多老乐山人的记忆。江边的小茶馆、码头往来的船只、通往太阳岛的木桥，以及慕名而来在此乘船一睹大佛风貌的游客，那份与老城区紧密相连的繁华，盛极一时。如今，乐山港及周边区域已被赋予新的活力。上中顺特色街区及其周边的众多美食店铺，使这里成为乐山风味的聚集地。在吗？我有7个经理。
OK 爸爸，好。等你的朋友。啊，这两边，你好，两个这两份儿，两份儿。可以好不好？那你要吃你就吃。这样我先吃个烧。原二十节。说的是。乐山是观佛楼，静观大佛沧桑的江城之眼。乐山这座依水而生的城市，始终与三江波涛和巍巍大佛相伴。在乐山港至滨江公园一带，观佛楼作为俯瞰大佛与三江汇流的标志性观景平台，不仅承载着市民的记忆，也见证了乐山与水患相生相克的历程。其建筑风格融合了川西民居的质朴与现代观景功能。楼高约3层，顶层设开放式回廊，是拍摄大佛全景与江流交汇景象的绝佳位置。历史上，这里曾是加州古城墙沿线的重要节点，与立正门、孝公嘴等古迹共同构成乐山老城的江防与文化走廊。观佛楼所在区域原为加州古城临江要塞。清代嘉庆年间，乐山为防洪与军事防御修筑滨江城墙，此地因视野开阔，逐渐成为官民观测水情、瞻仰大佛的聚集地。20世纪80年代，乐山市政府为发展旅游，在此正式修建观佛楼，使其成为融合古城文脉与现代旅游功能的标志性建筑。观佛楼之名，源于其直面乐山大佛的独特视角。唐代以来，凌云山与大佛便是乐山的精神图腾，而观佛楼恰好将大佛山是一座佛的宏伟尽收眼底，也与历史上富护大佛的大象阁遥相呼应。古人曾间阁护佛，今人则登楼观佛，延续着乐山人对大佛的敬畏与守护。乐山因水而兴，也屡受洪灾之苦。观佛楼因地势低洼，多次成为洪水的亲历者。2020年8月18日，青衣江流域遭遇100年一遇洪水，乐山三江水位暴涨，洪水漫过乐山大佛脚趾，滨江路南段至乐山港一带全部淹没，观佛楼一层被洪水浸入。这是自1949年以来乐山大佛首次被淹至脚趾，而观佛楼作为临江建筑，首当其冲承受了冲击。洪水期间，当地民警、景区工作人员与民兵曾用沙袋在佛脚平台构筑防洪堤。观佛楼作为滨江重要设施，其结构加固与防水处理也被纳入乐山城市防洪规划。此次灾害后，
乐山加强了对临江文物与建筑的监测，观佛楼成为观测江水位的关键点位。今日观佛楼将成共生的缩影，如今的观佛楼已成为乐山江城共生哲学的体现。游客在此可一览大佛全貌、三江争流的壮景，而本地人则习惯在楼旁公园散步、观潮、品茶。楼下的滨江公园种植了洋紫荆、波斯菊等植物，与古朴建筑相映成趣。针对乐山水害问题，专家多次提出需系统性治水。观佛楼所在的滨江路已通过加固堤岸，设置监测设备，参与城市防洪，在江流与时光中守望。观佛楼的故事是乐山这座水城的微观史诗，他目睹过大佛的庄严与脆弱，经历过江水的馈赠与咆哮，也承载着乐山人依水而生、与水相争的坚韧。若你来到乐山，不妨在观佛楼驻足片刻，这里不仅是拍摄大佛的绝佳机位，更是读懂乐山历史、现在与未来的窗口。观佛楼最佳游览时间为清晨或黄昏，此时江水粼粼，大佛沐浴霞光，宛若与千年加州对话。慢慢走嘛，往那边走嘛，听说很多摆摊的那边走。乐山市的孝公嘴，虽看似一个普通的临江广场，却是理解乐山这座山水之城独特气质的一把钥匙。它坐落于大渡河、青衣江与岷江的交汇之处。这种三江汇流的地理奇观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。三江交汇的自然奇观与历史源流，站在孝公嘴，你能最直观地感受到乐山因水而生的脉络。大渡河、青衣江、岷江在此相拥，由于流速和含沙量的差异，江水在交汇处呈现出颜色分明的景象，仿佛三条不同颜色的飘带在此交织。这片水域在北宋时期就已雏形出现，当时为抵御江水侵蚀，加州知州吕游成主持修筑了吕公堤。关于孝公嘴之名的由来，主要有两种说法。一说是为纪念汉代开国名相萧何，古代官署中的书吏尊萧何为衙神，因其曾是县衙书吏出身，却位极人臣，于是在此设萧公庙以作奉祀。另一说则与萧氏祖孙三代水神有关，因其护佑江河、保障舟船平安的功绩，在明代被敕封为水神，于是在这三江险要处建庙供奉，祈求水域安宁。遗憾的是，昔日的萧公庙已淹没在时光里，但孝公嘴这个地名却被保留下来，成为乐山利害皆在水的历史注脚。远眺大佛的绝佳视角与市井欢歌，在孝公嘴，你总能欣赏到乐山大佛最为经典的侧影。大佛隔江相望，与整个凌云山体浑然天成，尤其在天气晴好时，那份庄严与宁静动人心魄。不过，孝公嘴的魅力远不止于此，这里没有景区的疏离感，而是充满了乐山特有的烟火气与生活情趣。广场上总能见到跳着广场舞的娘娘们，她们动作娴熟，欢声笑语不断，在三江汇流处冬泳，是乐山由来已久的一种传统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独特
刻的文化。从河岸边望去，冬泳爱好者们犹如朵朵盛开的小花，随着风浪起伏摇曳，生态画卷与周边漫步。孝公嘴的景致随着季节流转，呈现出不同的风情。每年冬天，成千上万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鸥会如期而至，它们时而振翅高飞，时而在滩涂上觅食休憩，为乐山的冬天增添了无限的灵动与生机。乐山气质的浓缩之地，孝公嘴远不止一个观景平台，它是一幅交织着历史传说、自然奇观与鲜活市井生活的动人画卷。它见证了乐山从一座江城演变为今日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，但其内核始终是那份依水而生、从容闲适的生活态度。若有缘到乐山，除了走进景区仰望大佛，不妨也来孝公嘴站一站，在这里看三江奔流，听市井欢歌，你或许能体会到乐山这座城市真正的灵魂所在。一半是山水赋予的秀美与庄严，另一半则是市井人间孕育出的温暖坚韧的生命力。打车。乐山主城区滨河路，这条始于乐山大建码头，止于孝公嘴旅游广场，全长约2300米的滨水大道，是乐山重要的滨水景观通道，被市民和游客誉为乐山的城市阳台。站在滨河路上，近可观乐山大佛，远可眺望峨眉山。开阔的视野，旖旎的景色，吸引路人纷纷驻足拍照留影。这里也成为乐山新晋的网红打卡点。为支付收款。我说了，等会儿快过来，可以吧？多大个望远镜啊？这里。都杨姐鱼里的。哦，来来。日本抢购那些奢侈品啊。我这边收个羽绒的嘛。凤洲岛，乐山本地人更习惯称其为太阳岛。位于乐山市大渡河、岷江、青衣江三江汇流之处。
与乐山城区隔江相望，其三面环水。岛东位置是乐山大佛的最佳观景点之一。凤洲岛在历史上被称为玉贤坝。有前人推测，公元618年，唐高祖武德元年，文庙就建于玉贤坝。清朝人张瑞在其游记中谈到凤洲岛时感慨：嘉诚如凤，洲涌其前。清朝评选的加州十景，凤洲岛为第一。在过去，凤洲岛是乐山市民钟爱的天然浴场和休闲地，岛上遍布富有特色的农家乐，环境优美，娱乐设施齐全，服务热情，价格公道，是乐山市民和游客游泳、晒太阳、放风筝、品尝农家菜的好去处。在太阳岛和滩上观大佛有一种神秘的体验，有没到太阳岛不算看大佛的说法。可惜，在2020年8月18日，乐山遭遇10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，凤洲岛受灾极为严重，连接岛与外界的唯一桥梁被激流冲毁。如今，凤洲岛也已实行封闭管理，正在开展生态修复工作。刚才我们想，我们这个年龄如果没得电梯就太辛苦了。电梯了好多。我很不喜欢那个妹妹走的走那嘞。哦，不便宜了，他是走到走好长的。那你是哪里走？还嫌弃没买了。我在原地等了很久都没看到他。家朋友们是从打出来的，要专业点。然后他们现在叫都是知道，没有戏，拜拜。立正门，古城沧桑的见证，滨江路南段的尽头。立正门，俗称铁牛门，静立于渤水街尽头，前临大渡河。它是乐山古城墙上最为壮丽的一座城门，也是乐山古城沧桑的见证。立正门始建于宋代，初名崇明，后改立正，取自《易经》：日月立乎天，白骨草木立乎地。如今的城门为1812年重修，其建筑颇为独特，为石砌四出门洞，四门券交汇于琼心一点，在建筑上称为十字交叉拱门，也被俗称为一脚踏四门，在中国古建筑史上具有很高的研究和观赏价值。至于铁牛门别称的由来，则是因古人曾在立正门城楼前的防护堤上放置2座高大的铸铁水牛，用以镇水避火。这2尊铁牛在1786年一次大渡河山崩引发的特大洪水中被冲入江中，据传至今仍深埋江心。
看一下外景。看到没船了。我们两个拍个照，两个把谁儿长啊？没去嘛？不是，多问题了呗。好累啊！我问题多出来哈。就是应该也会的。那个大。哎，对对对。上去啊！这个做。这条河流叫大渡河，古名北江，在水等，曾有多达14种名称，是长江上游水系岷江的最大支流，发源于四川、青海交界的果洛山，自北向南纵贯于四川省境内，在乐山城南注入岷江，全长1062公里，天然落差4177米，年净流量488亿立方米，流域面积7.77万平方公里。大渡河也是四川木材水运的关键河道。要这种石油。堆在你那个包里面的吧？都是很油子嘛，水油一种色差都要溜几走。我就是感觉它没有的故事。啊，那有两个过去了。
哎，我们这个12年的事，红酒早已好办，这个在乐山市区滨河路与大渡河交汇处，玉贤门静立于市井烟火与千年文脉之间。这座始建于南宋乾道2年（公元1166年）的古城门，不仅是乐山古城9门之一，更是见证嘉州文运兴衰的活化石。玉贤门的命名与乐山古代教育文化紧密相连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唐宋时期乐山古城南的大渡河沙洲上建有文庙学宫，此地得名玉贤坝寓意玉贤德之人。城门因毗邻学宫而得名玉贤门，承载着乐山崇文重教的历史传统。明洪武年间1394年，大渡河改道北移，玉贤坝文庙被洪水冲毁。天顺8年1464年，文庙迁建至老萧顶下，但玉贤门的名称却被保留下来，成为乐山文运传承的象征。如今的玉贤门为2002年重建，但其建筑仍延续了明代风格，采用红砂石砌筑门券，整体呈现单檐悬山式建筑风格。玉贤门见证了乐山从古代嘉州到现代旅游名城的变迁，它既是乐山古城墙体系的重要遗存，也是乐山文运传承的象征。如今更融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。斑驳的城墙，盘根错节的黄葛树，休闲的茶客，往来的游客，在玉贤门构成了一幅古今交融的生动画面。它不像一个冰冷的文物景点，更像是乐山这座城市的生命延续，连着过去，也接着当下。玉贤街，千年文脉的传承。从滨河路转入玉贤街，仿佛瞬间从喧嚣的现代都市穿越回历史深处。玉贤街之名源于唐宋时期乐山古城玉贤坝上的文庙。当时的大渡河河道与凤洲坝是古城的南城部分，因建有文庙而称玉贤坝，文庙所在的街便叫玉贤街。清嘉庆年间，乐山人张瑞在《凤州游记》中记载，玉贤以就有学宫而名，佛前则植在大佛前也，故昔人称趁迹有云：沙洲抵佛前，嘉州出状元。如今的玉贤街虽已不见当年文庙的宏伟景象，但街名仍承载着乐山千年的文化记忆与崇文精神。这里曾是明代河伯所、清代千总署所在地，民国时改为乐山女子中学校。抗战时期，在819空难中惨遭日机轰毁，今为县街小学等单位所在地。
你3个多的米粉。雅士的个。哦，对，枇杷不是哎，现在现场买。我第二阵子吧，把菜也不要看。你错呗。还有弄好。3份5块，完整的8块。家呀，每天他看新闻9点都不知道吓的哟。海棠公园也被市民亲切地称为老公园，位于乐山市中区老城区，其前身可追溯至清朝，曾是道衙门科举考棚。这里承载了几代乐山人的记忆，见证了城市近100年来的发展变迁。海棠公园抗战胜利前夕，公园门口还伫立着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，同时这里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军西藏出发地。公园曾用名加州公园、乐山公园、人民文化宫、劳动人民文化宫等。2004年定名为海棠广场，并沿用至今。为重现历史风貌，提升城市文化品味，2025年8月，市中区海棠广场改建项目正式启动。此次改造将复原一些历史风貌，包括重建20世纪50年代的入口牌坊，并通过文字展示、老照片墙等形式，呈现乐山公园的历史变迁。未来，这座100年老公园将以崭新姿态，继续见证乐山的城市故事。这个车子老这么细。好了，我加一个吃。
庆典西方点。府街从嘉定府署到繁华商圈，从玉贤街继续前行，便来到府街。这条从丁东街开始到鼓楼街结尾，全长200米的街道，应该是历代乐山人心目中最喜欢的街道之一。虽历经100年风雨，依然保持繁荣。府街以嘉定府署所在地而得名。清代乐山县志记载，府署在城北枕海棠山路，宋建。府署遗址在今乐山沃尔玛商城背后，这里就为乐山历史文化名城、政治经济的中心。民国初年废设府知制，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令变卖官产，府署和经历署一起变为民有。再后来，军阀王灵基买下府署作为公馆。1949年12月，乐山解放后，乐山军分区迁至府署内。虽然府街历史上是最高级别的衙门，但是一直以来，这里一点也不缺烟火气息。民国时期，乐山有名的5家旅馆，府街就有3家。人气爆棚的茶馆跟评书，上说西游，下评七侠五义，道尽江湖血雨腥风。如今的府街已成为乐山老城区重要的商圈地带，沃尔玛、太平洋影城、重庆百货等大型商业体聚集于此，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，让府街成为乐山最具人气的街道之一。吃了就没有，俺不贴的吃了就没有。纯天然绿色植物饮料，没有任何添加剂。西瓜汁有美人奶加多少，男人喝又多又爽。华灯初上，漫步回到上中顺街区，霓虹点亮的老街里，钵钵鸡与麻辣烫的麻辣鲜香弥漫在空气中，与街头艺人的歌声交织。千年加州的繁华与静谧，历史与当下，都凝聚在这几条街巷之中，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感受，去品味。我想想。哎，干啥呢？啊？哦，怎么样嘛？